大家好啊，我是弗磊，也可以叫我艾瑞克，欢迎大家来到弗磊生活学习馆。作为一个彻彻底底的新人 UP 主，我今天想聊一下我为什么要做自媒体。在下定决心之前，我犹豫了好长时间。犹豫的主要内容的话是3个内容。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为什么要做自媒体。第二个的话是我不会营销，不会拍视频，不会剪辑，不会特效。在所有的这些关于视频方面的内容，我所有都是一窍不通的情况下，我到底能不能做好自媒体？第3个问题就是自媒体能不能赚钱？我能不能靠自媒体来生活？这些问题曾经一直呢在我大脑里面飘来飘去，转来转去。这一期的话，我就想通过这一期的视频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和观点，希望能帮助到和我有一样问题的人。首先呢，声明一下，就是视频中所有的内容都是一个新人 UP 主在结合自己的个人情况之后做出的思考。如果有不对的地方，欢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见。那我们先来说一下，自媒体能不能赚钱？在说自媒体能不能赚钱之前的话，我想我们应该先来说一下，自媒体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赚钱的？我总结了几个方式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。第一个的话就是靠视频的播放量来赚钱。我们把视频投放到了各个平台之后，用户就会看到我们的视频。用户在看到我们视频之后的话，平台就会给我们一些收益。这些收益的话，主要应该是来自于各大平台的广告，比如说像YouTube、哔哩哔哩、今日头条这些的话，我们上传视频之后都会给我们一些收益。但是的话，每个平台都会有自己的一些入门的门槛。比如说像 YouTube 的话，它就需要有1000个订阅，然后1万小时的播放量。这种收入的话是跟视频的播放量是有直接关系的。视频频道刚起步的时候啊，平台对我们的推荐量是很少的。所以这种方式的话，对于一个新人来说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是可以不用考虑的。因为几乎上就是没有嘛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平台的一些激励政策。你像国内的各大平台的话，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，我们可以通过创作视频来参与这些活动，然后的话就可以分这些活动的奖金。这里的话需要注意一点的话就是这个奖金并不是平分的，具体能分多少的话，还是要跟我们的视频的播放量、评论、点赞等等的各种综合数据有关系的。所以这种方式，新人的话，我个人感觉也就是重在参与了，让我们熟悉这个自媒体操作流程的一个过程。第3个的话，收入方式就是接广告。有一些广告商觉得
你的频道，觉得我们的频道这个适合他们的产品，就会让我们帮他们打广告。这里面这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明星代言的意思了。然后每接一个广告的话，收益应该都是比较可观的，但是门槛也是比较高的。同样的，作为新人的话，我们也只有眼馋的份儿啊。第4个的话就是个人带货或者是开店。我们知道的，我知道的话就是美妆博主这个李佳琦啊，他是通过这个直播带货，听说人家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，是不是？我们新人的话，可以在这个淘宝联盟中找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的这个商品推广，找到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的，加入到我们的视频中，也可以就是说，或者说是以其他的形式推荐给观众，然后观众的话通过我们的推广链接，然后进行购买这些商品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部分的收益。国外的平台的话，可以考虑一下亚马逊。当然的话，如果是有自己的店铺，也可以给自己的店铺引流来提高自己的收入。这些就是我能想到的关于自媒体的赚钱方式。当然了，赚钱方式的话肯定是不止这几种。如果朋友们这个有其他的增加收入的方式的话，欢迎留言评论，或者说是给我发私信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怎么来能够更好的提高我们的收入。然后说了这么多的话，就是总结一下，自媒体是可以赚钱的，但是的话它也不是没有门槛的啊。然后第2个问题的话就是不会营销，不会拍视频，不会剪辑，不会特效，那我到底能不能做好自媒体？其实的话，这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。怎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网络世界啊这么发达，只要我们愿意，网上有很多关于拍视频、剪视频、做特效这方面的视频教程，我们可以找来学习一下。在这里的话，就要感谢制作这些教程的大神们，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啊，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资料。作为一个新手的话，这些资料、这些技术手段绝对是够我们用了。然后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为什么要做 UP 主？这里的话就不卖关子，也不说空话。为什么要做自媒体呢？为了挣钱。我要是说我为了情怀、为了爱好、为了社会发展，那肯定都是假的。我就是想试试能不能通过自媒体这种方式解决我的收入问题，让我能有更多的时间来陪我的家人，来过更好的生活。我是一个程序员，我现在的话是全职在家做自由职业，这样的话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和有很多的空余时间，我就想着怎么才能有效的利用这些时间。我想到的就是学习，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，还整理了一套的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的课程。之前我也整理过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，但是呢英语水平太烂，实在是听不懂啊。我的想法的话就是用视频的形式记录我的生活学习，这样的话在我做频道的时候就会有2种情况。第一，
频道做的还可以啊，收入还不错，那样的话我就可以继续做下去。并且呢，我也过了一把上清华的感觉。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频道做的不好，没有收入，那我的话也可以通过学习来提高自己的一些专业水平。在将来的话，我也可以靠着我的专业去找一个不错的工作。这样的话，不论哪种情况，对我来说都不是最坏的情况，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来做这个自媒体。当然了，这里还有一种另外的情况，就是频道没有做下去，然后学习也没完成。不过这种情况的话，被我自动的排除了。作为一个成年人，是吧？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这就是我这一期要分享的内容。如果你也想做自媒体啊，希望这一期的内容能给你一些帮助。新手上路，请大家多多支持一下，关注、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感谢各位的观看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下一期再见。